洗碗池下水道堵塞了，别再花冤枉钱请师傅上门了，也别只会用热水冲。今天教你使用小妙招，1分钟疏通，不花1分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，一起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厨房呢是使用最频繁的地方，面积不大，却承载着一家人的幸福。平常1日3餐都要在厨房里面制作，也是因为如此，频繁的使用厨房，时间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小问题。就比如洗碗池，因为我们每次洗菜、洗锅碗瓢盆等物品，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油垢、异物会进入到下水道里边，久而久之就会造成排水变慢、反臭，甚至无法排水的情况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这些油污一进入到下水道，便会附着在内壁上面，造成堵塞。洗碗池堵了不能排水，或者排水变慢，就会影响我们的正常使用了。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会用热水冲，但解决不了问题。再就是会找专业的疏通人员上门疏通，可上门一次少则100-200，多则200-300，其实很不划算。因为这种现象，只要我们一直使用洗碗池，就会一直出现。管道的内壁仍然呢会有许多的脏东西附着在上面，就算是花钱疏通开了，没过多久依旧会再次堵塞，所以非常糟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，而且呢要省力省钱的疏通方法。所以特地学来一招，如果你家的洗碗池堵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别花钱找人，可以学我这样做，不仅省钱还省力，而且管道立马就疏通开，不伤害管道，特别的实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准备一些疏通工具。准备一个容器，我们往里边呢加入多一些的食盐，容器的1/3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准备一点洗洁精，容器的2/3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先搅拌一下，把洗洁精和食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这样待会儿呢能更好的发挥作用。搅拌成这样乳白色的液体就好。这会儿我们再往里边呢加入白醋，多加一些也不怕。这里建议使用高浓度的白醋，白醋中醋酸含量越高，杀菌的效果也就越好。常见的白醋度数有3度、6度、9度等，一般5度以下的白醋呢用来食用，5度以上的白醋呢就可以用来杀菌消毒。再次充分的搅拌均匀，然后呢先放一边。接下来我们另外准备一个容器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小苏打，容器的1/3，跟着往里边倒入开水，把小苏打搅拌溶解，直至小苏打全部溶解和水融合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洗碗池这里，把有开水的这碗溶液直接倒入下水道中。倒入前呢，一定要把小苏打充分溶解，否则呢，有些劣质粉末未溶解倒入管道中呢，容易沉积，到时就适得其反了。紧跟着，我们再把另外一碗溶液呢，一同倒入管道中。这时，它们之间呢就会发生一系列的反应了，出现许多的泡沫也属于正常现象。不必担心会伤害管道，这是在做排污工作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就让其静置一会儿，直到泡沫慢慢消失。在常见的一些家居用品当中，小苏打在去油脂上的功效呢尤为显著，瑕不掩瑜。而且小苏打作为一种中性物品，具有的碱性和酸性很低，所以呢，对 PVC 管道呢伤害是很小的，大家也不用担心。而盐呢是有研磨性的东西，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。白醋既有清洁能力，也有软化作用，对沉积在内壁上的污渍能有效作用。因为这样可以让清洁剂充分的软化污垢，
就能达到疏通的效果了。洗洁精不用说了，它的作用大家都知道，在这里能够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，将它们强强联合倒入管道中，这样呢就可以将气泡的化学成分充分利用起来。当气泡冒出来的时候，就是它们最后爆炸的时候，从而发挥管道的疏通作用。等到突突声结束后，我们再用热水来进行冲洗。有的朋友呢遇到下水道堵塞的问题，一来就用开水进行冲洗，但是在下水道堵塞的时候，直接往管道口倒热水呢是不可取的。热水一方面呢可以软化油污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它的膨胀性呢也是显而易见的。热水溶解油污的原理就在于，当物质被加热后，其分子呢会迅速的活跃起来，从而导致原本存在于两个物质之间的空隙变大。也就是说，原本密实的油污分子被热水冲了之后，这些分子呢很可能会形成空气泡，导致物质膨胀，从而使得原本排水的空间变小，反而会堵上下水道。所以处理下水道堵塞问题的时候，不能只用热水一个方法。除了热水，我们提前将自制的法宝管道疏通剂，用它们把污垢软化溶解了，然后呢再用热水冲洗，这样被软化的污渍呢才会水水流走。但是并不是像下水道倒的水就是越热越好，我们只要将热水器下来的水呢冲入下水道即可，不用特意去烧沸水，把方法结合起来，就能够软化分解掉里面的油垢，这样就能够把下水道清洁干净。下水管道清洁干净了，就不用担心会出现堵塞的问题了。还有一点，厨房下水道的管子基本上都是加厚耐高温的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一直用热水呢会把管道烫变形。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轻松解决了下水道反胃堵塞的问题。看完您在家也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随心进行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转发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些事实动态。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期待与你再度相逢，一同探寻更多的社会真相。我是瑶瑶，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